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重新更新《王者祭典》漫画系列，这次讲的是关于小兰的故事。小兰、绿和智三人从小就认识，一直以来，绿总是领先着他们，就像智紧紧追在绿的后面，而自己则在后面默默地看着两人。有一次，皮卡丘与伊布打架，小兰好心的上前阻止，却不想被伊布咬伤了手指。虽然绿与智及时抱走他们，但这件事情却给小兰留下极大的心理阴影。从此之后，小兰便开始害怕触碰神小贝，同时也再也不跟在两人身后了。每次都只能通过窗户远远地看着两人训练自己的宝可梦。这天，小兰一个人在公园里看书。小兰喜欢四天王橘子所写的《半生》，上面记载着橘子与神小贝一同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小兰虽然害怕神小贝，但内心深处还是对神小贝充满着好奇与向往的。看着迷茫的小兰，大二博士邀请他来研究所帮忙私语神小贝。大二博士知道小兰不敢触碰神小贝，便送给他一副手套，并告诉他并不是不害怕触碰神小贝的人就很厉害，实际上很多神小贝都不能随便触碰，因为有些宝可梦身上带有对人类致命的毒素。与神小贝相处最重要的，只要找到最合适的距离，就能和神小贝友好的相处下去。这也是成为神小贝训练师的第一步。在一次喂养神小贝时，小兰发现有一只神小贝不见了。犹豫片刻后，小兰还是决定前去寻找。终于在牧场边缘的一块石头上看到了眺望外面世界的妙尔种子。他想起来大二博士为绿和智准备了3只神小贝，让两人任挑一只。小火龙与杰灵龟被智和绿带走，现在只剩下妙尔种子留在实验室里。看到妙尔种子那渴望外面的眼神，小兰瞬间就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鼓起勇气邀请妙尔种子一同旅行。妙尔种子静静地看着他，过了一会儿便握住了小兰的手，从掌心传来温度，瞬间驱散了小兰心中对神小贝的恐惧。就这样，小兰迈出了成为训练师的第一步。在旅行的过程中，小兰也逐渐有了自己的伙伴。她常和绿与智见面，在一次交流中，绿提议进行一次混战。由于3人的神小贝互相克制，绿则将伊布借给了小兰，让他指挥伊布与小拉达和皮卡丘进行比赛。在这场比赛中，小拉达很轻松的就战胜了皮卡丘。一旁的伊布早就看不惯小拉达，便扑了上去，不过却被小拉达轻松制服。借着这次机会，绿让伊布与小拉达互相认可了彼此的实力。这场友谊赛是绿压倒性的胜利，但智却并不沮丧，一如既往的开朗。小兰则跟以前一样追随在两人身后。再后来，小兰与绿在街上碰到的时候，小拉达已经驾乘了拉达，而伊布与拉达已经成为了能够互相分享食物的朋友。那时候的小兰认为3人的关系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。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那一天，小兰来到了梦灵古塔，被这里生活的鬼松使用能力试探了梦境。醒来之后，在鬼松的解释下，小兰想起了在紫苑镇听到了传言，在不久之前，一个叫做火箭的组织在附近做坏事，这才明白了为何生活在梦灵古塔的神小贝会如此警戒外来的陌生人。在鬼松的带领下，小兰与妙尔种子一同参观梦灵古塔。然而就在这里，小兰看到了拉达的墓碑。再后来，绿找到小兰，想将伊布送给他。绿说拉达死后，伊布太过于悲伤，无法战斗，对他来说，不能战斗伊布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。绿的话深深刺痛了小兰，在伊布面前说这种话的绿太过分了。小兰气愤地打了绿一巴掌。不过小兰也知道拉达的死不能怪绿，大家都已经尽力了。小兰把伊布带回自己住的房间，但是伊布的状态却并不好。
无论是心灵还是身体，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小兰向伊布介绍自己的伙伴，希望伊布与新朋友的相处能够缓解忧伤，可伊布并不领情。小兰想要触碰他，伊布下意识的反击，而这个动作让小兰再一次回忆起当时被伊布牢伤的恐惧，内心再一次害怕神奇宝贝。发现自己做了事的伊布卸下了防备，可却发现小兰正一脸恐惧的看着自己。小兰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一直都没有克服对神奇宝贝的恐惧，即便与自己的神奇宝贝关系很好，但从来没有取下过手套。自己害怕的并不是被神奇宝贝咬伤，而是害怕被他们拒绝。一旁看着妙蛙种子想要触碰小兰，但小兰却本能的拒绝了。自此之后，伊布彻底封闭了内心，陷入沉睡。小兰将伊布送往神奇宝贝中心医治，连医生都束手无策。伊布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因为内心的压力而陷入了深深的梦境中。目前没有任何医疗办法，只能靠营养剂维持着他的生命，除非能够消除伊布感到压力的原因。无奈之下，小兰联系到赤，希望赤能给一些主意。赤认为伊布是因为拉达的死而感到自责，而小兰却认为是绿的抛弃与自己的拒绝才将伊布逼入绝境的原因。在视频的中途，小兰发现赤身上有许多伤痕，这才知道赤正在与火箭队进行正面交锋。这时火箭队突然出现在赤的身后，赤匆匆切断联系。小兰这才意识到，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美好的，坏人坏事，被牺牲的神奇宝贝和人类无时无刻不充斥在自己的周围，只是因为自己从未与黑暗打过交道而浑然不觉。他非常担心赤，开始寻找大量关于火箭的资料，而当他赶到现场，却看到了伤痕累累的绿与赤。在医院，赤躺在病床上，自言自语地说了对自己的失望。在这次战斗中，赤的神奇宝贝都受了严重的伤，连神奇宝贝中心都无法医治。而赤在战场上时，明知他们已经受伤，却还是要求他们继续应战。即便最终赢得了胜利，但神奇宝贝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赤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训练师，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。另一边，小兰看到匆匆离开了绿，赶忙冲上拦住了他。小兰希望绿能够安慰赤，否则赤很有可能放弃理想。然而绿很冷淡地拒绝了小兰，他说自己与赤一同参战的目的并不相同，他只是想要锻炼自己罢了。在绿眼中，战斗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强弱之别。而赤之所以想要放弃理想，是因为赤的感情与神奇宝贝的感情牵扯在了一起，这是赤的弱点，而自己是绝对不会被神奇宝贝的感情所影响的。小兰犹豫片刻，告诉了绿伊布得了过敏症的消息，想要绿帮助伊布苏醒，可绿却再次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。小兰这时候才明白，以前他所认为一成不变的关系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开始后悔，如果自己能够努力一点，说服绿不放弃伊布，会不会有所改变？如果自己能早一点找到赤，会不会赤不会这么自暴自弃呢？小兰不知道答案，但现在连训练师都无法担任他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。沮丧的小兰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。妙蛙草这个时候从精灵球里出来了，他小心翼翼地向小兰伸出了出手，一如当年小兰邀请他一同旅行那样。这时小兰才意识到，原来所有的人都害怕被拒绝。和妙蛙草拥抱在一起后，小兰重新拾回了勇气。小兰想起在橘子书中记载进入神奇宝贝梦中的例子，决定进入伊布的梦中将伊布唤醒。虽然有些危险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在伊布的梦中，小兰看到了伊布从前的记忆，本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可当拉达死之后，所有的事情都变了。伊布的身体开始无法行动，只能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伙伴。
而更让伊布绝望的还是，绿竟然让自己离开队伍。自责与悲伤的情绪如潮水一般淹没了伊布的世界。伊布开始在梦中幻想，如果自己当初找到解毒药给绿，拉达是不是就不会死？当伊布看到小兰，并得知小兰想把自己从这里带走时，伊布非常生气，二话不说对小兰展开了攻击。小兰来不及躲避，被伊布击中了额头。这时候绿翅突然出现，众人其乐融融地簇拥过来安慰小兰，大家好像依旧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。可随即小兰就明白这是自己的梦境，毕竟现实中的两人早就已经不像原来那般了，是失去了自己的开朗。而绿再也没有当初闪耀的自信。面对梦境中两人的邀请，小兰拒绝了。虽然她希望大家关系能一如从前，但她也明白自己的愿望无疑是对现实中那两人的侮辱。即使两人与以前不一样了，那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，自己选择的生存方式。他不能以自己的愿望去扭曲现实，为此他自己也必须跟上他们，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。梦境中的绿和赤为了将小兰留下，对其展开了攻击。拉达也朝小兰扑了过去，而这时被小兰的话一语惊醒的伊布连忙护住了小兰。伊布终于明白，即便自己牵挂的拉达已经不在现实世界，但是自己还活在那里，能够继续前进的也只有自己。当初拉达拼命保护自己，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好好活下去啊。在梦中与拉达告别之后，小兰与伊布回到了现实。欢迎回来，伊布。